看到這3個字母，不知道大家第一時間會想到什麼呢？那麼再加上這頂詭異的白色帽子呢？沒錯，這便是曾經和共濟會與光明會齊名的3K 黨。但不同的是，前2個組織從始至終都保持着詭異的神秘感，吸納的會員也都是各個行業最為頂尖的人群。組織內部有着明顯的階級制度，並且成員數量始終是個謎團。但3K 黨就完全不同了，這個名字的出現似乎永遠伴隨着蒙面遊行和公開的處刑，亦或是圍着一團篝火祈禱的畫面。並且3K 黨是人盡皆知的白人至上組織，將種族歧視當作黨派的唯一標準。巔峰時期更是有着将近600多萬成員，其中重要的領導皆為美國政客，包含了11名州長和16名參議員。維基解密更是爆料，3K 黨實際上是美國民主黨培養的忠誠打手。今天莫言就為大家講述这曾經比肩共濟會的神秘組織。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美國南北內戰時期。眾所周知，這場唯一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戰爭，最終以北方聯軍獲勝，而最大的成果便是廢除了奴隸制度。但南方奴隸主們根本不接受這種結果。時間到了1865年的12月24日，6名南方軍的指揮官在田納西州成立了3K 黨。該組織的初衷從一開始便非常直白，那便是白種人聚集會。在最開始的時候，3K 黨會通過表演脫口秀來諷刺和羞辱黑人，慢慢的演變成了茶話會，分享各自在戰場上殘殺黑人的過程。漸漸的，由於創建人是6名指揮官，所以吸引了很多退伍的南方軍加入3K 黨。隨着成員的增加以及白人至上的思維模式，部分成員為了彰顯自己的勇猛，選擇持續不斷的四處槍殺和搶劫黑人。時間到了1867年，3K 黨最初始的6名創建者在內什維爾地區召開了組織大會，發表了類似軍隊一般的黨徽章程，並且推選了南方軍將軍弗雷斯特作為3K 黨的領袖。這意味着3K 黨已經成為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此時的美國面臨的問題非常多，最關鍵的則是南北戰爭剛剛結束，南方和北方對於社會的變革有着明顯的認知不同，尤其是南方的奴隸主，他們持續幾百年的優越感和優渥的生活受到強烈衝擊。黑人的崛起讓代表白人至上的民主黨始終無法站穩腳跟，所以歷史的走向將3K 黨和民主黨緊密結合到了一起。2個組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做了同樣的事，打壓黑人工作和上學的權利，以及參與選舉的權利，並且暗中從事一些針對黑人的暴力活動。時間到了1870年，3K 黨的成員已經超過了60萬，被他們迫害的对象也從南方的黑人逐漸擴大到了北方的白人以及從歐洲逃難過來的猶太人，引起了當時美國社會的強烈不滿。時間到了1871年，第18任美國總統格蘭特簽訂了法案，宣布3K 黨為非法極端組織，當即就逮捕了上千名該組織成員。而為了自保，內部的政府高官也紛紛退出該組織，3K 党也從此销聲匿跡。時間到了1915年，一部醜化黑人、稱讚3K 黨的電影在美國上映。那些生活在底層的白人在觀看此電影之後，都認為自己的貧窮是由黑人和猶太資本家們造成的，也直接導致了3K 黨死灰復燃。同年發生的一起案件更是加速了3K 黨的崛起。原來一名猶太工廠主傑克被指控強姦了13歲的女性童工瑪麗，雖然疑點重重，但傑克仍然被判處終生監禁。可一群自稱瑪麗騎士的3K 黨成員從獄中帶走了傑克，並執行了私刑。在接下來的5年中，全新的3K 党誕生了，全美的底層白人紛紛加入，成員人數達到了令人驚恐的600萬。但白人至上的這種意識形態肯定不會長久，或者說黑人以及猶太人已經佔據了主導位置，尤其是在資金方面。1944年，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了，黑人在戰爭中有着不亞於白人的功勞。漸漸的，所有白人都從內心裡接受了人人平等。3K 黨再次失去了民心，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也介入進來了，先後策反了上萬名3K 黨成員，使得該組織內鬥不斷。直到2003年，已知的3K 党成員僅剩下了4000人。其實維基解密中對於3K 黨的描述非常到位，那便是3K 黨就是政客們的夜壺，需要的時候才會拿起來用，不需要的時候就會嫌它髒，畢竟沒人會把夜壺當作寶貝。